为什么有人动不动就辞官归隐呢？在现在社会里，许多人都梦想着躺平，或者干脆辞职回家种地去。可是你不知道，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中国，辞官归隐就已经成为一股独特的文化潮流，甚至被无数文人视为一种理想人生的终极表达。但这真的只是厌倦官场而逃避吗？还是隐藏着更复杂的社会制度、政治权力和文化价值的博弈呢？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，古代辞官归隐者就是远离尘世，深山隐居，种田采茶，采菊东篱下。陶渊明不为5斗米折腰，是中国隐士文化的代表。但是事实却并不简单，辞官不等于隐居，归隐也不等于退出官场。很多归隐者其实仍与政局有联系，甚至影响深远。比如著名的有诸葛亮，未出茅庐而3分天下，在隆中对之前，他其实就是一个隐居乡野的平头百姓。他的隐居是在积蓄政治筹码，而并非逃避仕途。王羲之虽辞官归田，却深受朝廷礼遇，仍在书信往来中影响政治。还有我们所熟知的陶渊明，他的归隐虽是真正的和主流社会断联，但是也通过诗歌来施加自身影响，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世的政治文化。要理解归隐文化的成因，必须要看看古代官场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首先，官员的升迁和去留，大多数受制于皇权、门第、党争，能力并不决定前途。其次，仕途多内卷，尤其是魏晋南北朝、宋朝等时期，清淡之风、文人斗争、朋党倾轧频繁，官员的心理压力是极大的。再者，唐代科举开始普及，虽然打破了门阀垄断，但是也造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竞争。中了进士未必能为官，为官也未必有实权，这就导致了很多人上位无望，首位无趣，下位不甘，于是就选择主动退出，反而获得人格独立、道德高地的声誉。并且在某些朝代，归隐甚至成了升官的一步棋。比如东晋时期权贵之间流行的清高避世，不少人选择辞官归隐，以显示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，反而会得到上级的青睐。唐代柳宗元被贬之后赋诗说独钓寒江雪，表面是消极避世，实则表达忧国忧民，引发上层关注，最终是官复原职。宋朝的苏轼被贬惠州期间，写下大量诗词书信，影响巨大，文化成就远超仕途生涯。这种退一步进2步的现象在士人阶层里很普遍，归隐不是告别，而是布局。从文化角度来看，中国的归隐思想受到了儒道2家影响。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认为士人应该为国为民，积极入世，但是当环境不容，有志难酬时，也主张穷则独善其身。道家则始终主张无为而治，强调顺其自然，功成身退，反对仕途斗争。这种文化张力造就了一个独特现象，那就是一边入世报国，一边归隐高洁，两手准备2种荣耀。这也是为什么历代名臣当中不乏隐士出身，而许多被贬者、退出仕途者也能在史书上留下清誉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归隐者都活得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很多人的隐居其实伴随着困顿和失落。苏轼在惠州生活艰难，靠友人接济，陆游辞官南归，数次试图再度仕途，却始终无果。杜甫漂泊西南，虽写尽山水，但常年挨饿病困，终老夔州。归隐并不都是悠然南山，很多时候是政治现实逼走人。但正是因为这些退场中的苦涩与坚持，才使得归隐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历史现象。
它既是选择，也是被动；既是挣脱，也是妥协。回望历史，归隐不只是一个人的决定，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精神的一部分。他们用辞官表达理想，用退场诉说不屈，用山林书写担当。这是千年文化中最温柔也最坚硬的一笔。所以下次你听到哪个古人动不动就辞官，别急着说他脆弱，那或许是他最刚强的时候了。